删减和腰斩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对作品伤害最大的行为。多年来，无数作者和读者因为作品被删减甚至腰斩而流下血泪。那么有没有哪部作品是在惨遭腰斩被删减故事后反而变得更好的呢？这个答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初代机动战士高达便是一部被删改16集后已然成为神作，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作品。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在0079被删减的10多集里到底讲了怎样的故事。至于是如今腰斩过的成片更好，还是未经删减的完整故事更好，我在这里先不给出结论希望各位在看完后能留下自己的评判。正经人谁写日记？是啊，下贱。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不正经的富野大光头到底写不写日记，但在他构思初代高达的故事时，倒确实把自己脑海中的大纲都记录在了一个名叫富野备忘录的笔记中。在他记录这50多集的故事大纲时高达还叫干 boy。如今我们基本可以将这份备忘录当作是初代机动战士高达的设计图。和如今我们看到的0079相比，备忘录中的前36集与动画正片基本相同。而在越过了36集这禁忌的边界线之后，原案和成片便开始朝着不同方向发展，说是从此分歧出了2条不同世界线也不为过。历史的分歧点依旧始于殖民地德克萨斯只是这次可不是什么马克贝大胜利的世界线了。看过原著德克萨斯篇的观众应该都能注意到，马克贝在此处非常急于争功，一改往日的高傲姿态这是因为他捅了个大娄子。基西利亚并没有对大猩猩多兹鲁见死不救，他派遣马克贝前去支援，只是马克贝姗姗来迟，最后只救出了猩猩的妻女。因此在原定的第37话开头，基西利亚命令马克贝去歼灭联邦的追击部队，以弥补他救援不力的过失，并为他配备了专用 MS 白瓷也就是如今我们熟知的强人。与此同时，刚好在附近的夏亚也是算计属性大爆发，暗中设好了陷阱以除掉马克贝。他联合紫色老太婆的另一位手下，准备将白色基地引诱到附近，上演一场驱虎吞狼，将马克贝干掉。没想到这位名叫巴罗姆的军官非常争气居然超额完成了任务。他驾驶一台里克大魔与高达交战，竟然与那个恐怖天然卷战至2败俱伤。高达也在战斗中产生了不小的损伤，只能在与白色基地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潜入了附近的废弃殖民地德克萨斯。之后的第38话中阿姆罗在德克萨斯遇见了一个动画中并未出场的角色，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卡斯巴尔·贝利。这个小伙子对吉翁怀有满腔怒火，并因此向阿姆罗提供了吉翁军的情报。之后就像 TV 版一样，阿姆罗先是与夏亚象征性的切磋了几下便被突然乱入的马克贝打断，后者执意要独自处理高达，于是夏亚便借坡下驴，带着拉拉当起了 VIP 观众。他希望拉拉借此机会学习什么是战斗。最终夏亚的算计大成功，马克贝在他提前设下的陷阱以及高达的攻击下被击杀，他的部队也因此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此时作为距离最近的吉翁军官，夏亚便自然而然地收到命令，接收并整编马克贝的部队。至此夏亚再次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我说总帅大人英明，谁支持谁反对。不过总帅大人倒并未因此而一帆风顺，相反，刚刚接手新部队他就在第39话遭遇了一场混战。当他准备率部撤离德克萨斯时，白色基地为了营救阿姆罗来到了这里，同时华肯的麦哲伦级战舰也前来拦截夏亚。混战中，阿姆罗干掉了夏亚的格鲁古古，但夏亚拖出技术精湛，并未因此受伤。当他在德克萨斯的荒野中狼狈逃亡时，偶遇了阿姆罗营救小队的成员塞拉也就是他的亲妹妹阿尔黛西亚。兄妹相认之后，两人的谈话内容与 TV 版略有不同。他们提到了真正的夏亚阿兹纳布尔，塞拉也认识这个人，而夏亚则表示，在他遭到暗杀后，自己就收下了这个名字。日后 GTO 中卡斯巴尔算计真夏亚的灵感很可能就是来源于此。之后夏亚便开始说些什么想要打倒高达是出于男人的自尊，阿姆罗的意志在刺激我拉拉也是这么说的之类难懂的话。对此塞拉表示不过夏亚终究还是个妹控，分别时还是嘱咐塞拉离开白色基地，拿着他送去的黄金回地球，之后便转身消失在了沙尘暴之中。与此同时就和 TV 版一样，戴肯兄妹二人的密谈也导致系统为他们刷新出了一名窃听角色，那个人便是此时在白色基地中指挥的布莱德。
由于塞拉忘记关掉通讯导致汗流浃背的布莱德全程旁听了这场感人的兄妹重逢，吃到了个预料之外的惊天大瓜。当白色基地一行离开德克萨斯时塞拉真的在港口收到了一个包裹封面上写着塞拉马斯收，里面是夏亚留下的钱以及一封信，信上只有一行字：あの優しきアルテイシアソム大君へ、キャスバルレム大君より愛を込めて。之后在第40话中，布莱德由于先前偷听来的情报，难以继续信任塞拉。在原本的 TV 版中这部分剧情由于布莱德只会打直球，在离开德克萨斯后便前去质问塞拉，而塞拉也非常爽快地与布莱德摊牌，两人很快就解除了隔阂。而在原定的剧本中大概是因为剧情篇幅充裕因此两人的信任危机维持的时间也更长了。与此同时，在吉翁本土，基连召见了从木星归来的夏利亚，虽然不及日后恐怖的超级木星人，但夏利亚的感知能力也相当强，因此当他被派遣到夏亚身边时，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读心模式。请问你是夏亚的妈妈吗？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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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なるほど。原本 TV 版中，夏利亚在这里的台词相当委婉除了吐槽一下总帅大人心胸狭隘外，并没有读出太多有用的信息或者说他其实已经看穿了一切，只是没有挑明而已。相比之下，富野笔记中的夏利亚可以说是直接读到了剧本，他通过拉拉的脑波读取到了夏亚的内心，察觉到了他对扎比家的怨念母子连心这一块。夏利亚觉得这对于吉翁来说是不祥之兆，不过眼下最大的危机显然还是高达及其疑似新人类的驾驶员。因此夏利亚驾驶布劳布罗出击，轻松击沉了华肯大城的麦哲伦级，并在之后与赶来的高达开战。这是阿姆罗作为一名战士，历经了数不清的恶战之后，第一次感到如此错乱。夏利亚可以说是他一路打过来遇到过的最强敌人。可惜吉翁军误判了一件事那就是与新人类接触并交战，反而促使阿姆罗本就逐渐显现的新人类资质觉醒。摘下了疑似的标签后阿姆罗以一种抹除对方意志的战术摧毁了格鲁古古。笔记中并没有对这种战术进行详细解释或许在富野最初的想法中，阿姆罗还能运用一些精神攻击总之他惊险地赢下了这一战。而拉拉则在目睹了这场战斗后，对夏亚表示，阿姆罗是不应该成为敌人的人，但为了能帮上夏亚的忙，自己想在战斗中进一步成长。而夏亚也不解风情地问出了一个直击灵魂，并且差点触发死亡 flag 的问题：能赢吗？虽然我觉得面对这个问题答案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摆出5条悟同款表情，并回答会赢的。不过我们的拉拉还是相当务实的他也无法断言自己能否战胜阿姆罗，只是表示自己有信心超越那个少年的意志力。原作发展到这里其实就该阿姆罗、夏亚与拉拉混乱的三角关系了但在41话开头，镜头先转移到了基连身上。对于眼下的一系列意外，基连可以说是非常错愕以至于他第一次来到了基西利亚的老巢月面都市格拉纳达。对于目前的吉翁军来说，有2件事意义重大。其一是联邦军在所罗门要塞征备完毕后，开始向月神2号进军这意味着联邦军的下一轮攻势已经准备就绪。而另一件事便是夏利亚的战死。显然新人类正在战场上诞生，夏利亚洞察未来的能力对吉翁军是非常重要的。新人类的诞生毫无疑问是人类史上的重要事件，但最让基连无法忍受的其实并非新人类本身，而是新的进化竟然是从联邦那边开始的。毕竟自从上位以后，基连就一直在鼓吹优等民族理论，如果让大众知道联邦的新人类打败了吉翁的新人类，那他这套理论就不攻自破了。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基连总帅下达了重要指示。首先命夏亚在军中筛选有新人类资质的人才对付高达，然后又命令基西利亚集结部队去歼灭集结在月神2号的联邦宇宙军。我打雷比尔，真的假的？不过紫色老太婆还是调动了3艘新型战列舰格瓦金以及宇宙空母多洛斯级为首的舰队向月神2号进发。但凡是看过 TV 版与剧场版的观众想必都会被基连这个安排逗笑毕竟这俩人堪称内鬼1号和内鬼2号，为基连的毕业与吉翁的覆灭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诸君莫慌，在这个原案中基连还真能迎来一个不同的结局不过关于这些我们先按下不表。
不过基连的大计划很快就泄露了，吉翁军在保密工作的严密程度上，显然和联邦军高达的安保工作有一拼。雷比尔没多久就得知了吉翁方的动向，并判断吉翁舰队的核心就是宇宙空母多洛斯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打出了万能牌白色基地，指挥部已经决定了，就由你们干掉隐藏在小行星带的多洛斯级这是一项绝密任务，别急，但一定要快。之后，白色基地在小行星带中遭遇了吉翁军的侦察部队，为首的机体是 TV 版中并未出场的机体 MS-13 阁下这虽然是一台宇宙用机体，但其开发基础却是吉翁著名的水产，并且使用着一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武器名叫翻山锤，实际上就是一种特制的锤枪，据说可以在月球等低重力环境下进行驱射攻击的发射式打击武器，非常符合刻板印象中吉翁军在战争末期脑洞大开的神秘武器。塞拉为了战胜自我，驾驶钢坦克出击，凯德·冈加农和驾驶机战机的损人在旁支援，没想到阁下从小行星的阴影中发射翻山锤，竟然令白色基地陷入了苦战。面对塞拉的危机阿姆罗的预知危机能力终于爆发，他在救下塞拉的同时击毁了阁下，并一路杀到宇宙航母多洛斯级跟前。与此同时，月神2号的联邦军也开始推进，正面战场上，联邦与吉翁展开激烈的 MS 战，而白色基地与高达则在此时抵达多洛斯级无防备的腹部，并将其破坏。最终，害怕舰队进一步蒙受损失的紫色老太婆先怂了，下令部队撤离。经历了激烈的月神2号防卫战之后第42话，联邦军将下一次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基西利亚坐镇的格拉纳达。比起 TV 版赶时间的进攻路线，篇幅更加宽松的笔记中联盟军显然是准备将吉翁本土防卫线上的要塞一个接一个拔掉，最后再进攻毫无防备的吉翁本土。为了准备下一场作战，白色基地停泊在月神2号进行休整。塞拉拿出了夏亚留下的钱分给大家，自己也留下一枚作为纪念。他心里想着以此作为与哥哥永别的纪念。而阿姆罗则突然感受到了什么，他认为那是拉拉发出的讯息，于是他便独自离开白色基地，向着讯息发来的方向前进，并在那里发现了拉拉的座驾艾尔美斯。很显然，我们未经世事的阿姆罗并不知道有个词叫仙人跳。见阿姆罗上钩之后，夏亚便亲自驾驶新机体基克罗格袭来。此时夏亚发现眼前的阿姆罗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强，由于机械性能的限制，元祖高达的机动性已经跟不上阿姆罗那超长的反射神经了。但夏亚也发现，即便是拥有基克罗格压倒性的力量，他也依然没能击落高达，对方总是能在最后关头逃脱。不过如果换位思考一下的话，阿姆罗大概也是这么看夏亚的，这家伙怎么总是能跑掉。总之阿姆罗一路撤退，成功与白色基地会合，在那里有一个男人正等着他，那个人就是莫斯科汉博士。他打算用电磁技术处理高达的驱动部，使其动作更迅速更平滑，也就是 TV 版中的磁气附魔技术。同时博士还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就是阿姆罗的父亲提姆雷已经被吉翁的新人类培育机构弗拉纳冈机关杀害了。笔记内并没有提及提姆雷为何被杀不过博士提到他从提姆雷手中得到了一个吉翁科学家的理论，所以个人推测提姆雷可能是因为窃取吉翁技术而遭到追杀。磁气附魔的效果立竿见影，阿姆罗找到夏亚还以颜色，将基克罗格击毁。夏亚则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拉拉驾驶埃尔美斯救走。在新人类部队的防线瓦解后，联邦军舰队得以直扑格拉纳达。而在得知夏亚又捡了一命后，塞拉对布莱德表示我哥哥是个魔鬼。听到这句发自肺腑的话后两人之间的隔阂也随之消散了。第43话，格拉纳达攻略战正式打响，联邦队月面都市展开猛攻，白色基地更是联邦军战线的中坚力量。拉拉本想驾驶埃尔美斯，但被夏亚阻止了。此时的埃尔美斯尚未完成，浮游炮系统还没有正式完工，而夏亚则从基西利亚手中取得了一台阿萨姆特装型。总帅大人的机体池还在累积，白色基地众人虽然一时陷入苦战，但损人在混乱中发现了这台机体的弱点，显然接下来该干掉阿萨姆特装型。但笔记在此处却没来由的接上一句，高达最终歼灭了 MS 加里波蒂。看来富野也有写了上句忘了下句的毛病。不过吉翁军显然是败局已定。此时镜头转到基西利亚这边，他突然对着夏亚点明了其真实身份，表示自己本打算利用他来扳倒哥哥基连。但纵观宇宙世纪只有夏亚算计别人，还没有别人算计夏亚的。因此夏亚反手一击刺杀了基西利亚，然后再次被拉拉救出，逃离了格拉纳达。
当格拉纳达陷落的消息传回吉翁本土时，基连气得咬牙切齿。德金在失去第3个孩子后向基连提议，现在是寻求和平的时候了。德金大概意识不到，在说出这句话时，他的阳寿也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而联邦军这边虽然成功收复了格拉纳达，但联邦军并没有过上好日子，战舰会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凭空击沉。整个第44话中联邦驻军都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而阿姆罗则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拉拉做的，像是被吸引一样，阿姆罗驾驶着高达出击了。白色基地众人中，塞拉和米莱察觉到了阿姆罗可能面临危险，并催促凯和隼人去追赶阿姆罗。此时高达已经遭到了埃尔美斯浮游炮的围攻，陷入了绝境。此时塞拉出现，帮阿姆罗阻挡了致命攻击，而阿姆罗则依靠新人类能力察觉到了埃尔美斯的本体隐藏于地下。在解救了塞拉之后，阿姆罗便向着拉拉的藏身之处前进。那么此时夏亚在干什么呢？答案是夏亚去找基连会谈了。他在第45话回归，还带回来了一名夏利亚的前部下，此人是一名半觉醒的新人类，驾驶着加里波蒂，而夏亚本人也驾驶着同样的机体。两人在寻找拉拉时遇到了凯和隼人等人的阻拦。与此同时，在月球深处一个任何探测器都找不到的洞穴内，就是拉拉的所在之地。阿姆罗找到了拉拉，并与之展开决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一种共鸣。正当两人逐渐要达成共识，得出新人类将开创未来的结论时，闯进了一个搅局者。那名夏利亚的前部下闯入了两人的 NT 聊天室。他认为与敌人共鸣的拉拉是个叛徒，并向夏亚发出警告。就在他大喊时，凯和隼人趁其不备偷袭，击毁了他的加里波蒂。而夏亚则找到拉拉，希望他能听从自己的指挥，讨伐高达。拉拉绝望了，此时他已经将阿姆罗视为自己的同类，无法再将其当成敌人了。但他同时又难以拒绝夏亚的请求。插句题外话，此处副野的用词相当扎心。拉拉无法拒绝情同兄长的夏亚的要求。我把你当兄长，你竟然想当我儿子。最终三人还是在月面之下展开血战，但这终究是一场悲剧。拉拉为了不伤害阿姆罗，无法像之前那样发挥能力，而夏亚也无法回应拉拉，并因此焦躁万分。不平静的内心导致夏亚的操作出现变形。阿姆罗并没有放过这一瞬的破绽，他挥剑刺向夏亚的加里波蒂。那一瞬间，拉拉对阿姆罗产生了一瞬间的憎恶，并立刻行动帮夏亚挡住了最后一击。在第3次救下夏亚的同时，也如 TV 版一样就此陨落。阿姆罗在与拉拉共鸣后精疲力竭，而夏亚也同样负伤。第46话，他回到吉翁本土面见基连，而联邦军这边则利用吉翁军留在月面的各种设置进行了最后的修整工作。至于主角一行搭乘的白色基地则接到了新的命令，他们要直接进入吉翁领空执行侦察任务。当白色基地试图进入吉翁的管制区时，他们意外解除了吉翁军的格瓦金级战舰大德金号。这是德金公王本人的座驾，他主动提出进行和平交涉，并带着随从登上了白色基地。值得一提的是，德金的随行人员中有一名叫做库斯科埃尔的秘书。布莱德在双方会面时对这位女性一见钟情，产生了爱慕之心。这个角色在日后的小说版中亦有登场不过与富野笔记中的经历区别很大，大概是富野在小说中回收了 TV 版中没能用上的角色。在正式的交涉告一段落后，德金又与塞拉进行了密谈。他一眼就认出了塞拉的真实身份，因为他的谈吐与其生母一模一样。就在双方接触时反对和谈的吉翁基克罗格部队袭击了德金。在白色基地部队进行迎击时，德金请求塞拉开枪击毙自己，但遭到了塞拉的拒绝。最终世界线收束，德金战死，大德金号与基克罗格一同陨落。这里并没有详细描述战斗的过程结合前后文，我觉得可能是德金主动帮白色基地断后，与基克罗格的部队同归于尽了。而在惨烈的战斗中，布莱德还成功救下了库斯科埃尔。阿姆罗看出了布莱德的心事，这个豆豆眼显然是坠入爱河了。他提醒布莱德，那个女人很危险，很可能是间谍。众所周知恋爱会让人智商变低，这种相当破坏氛围的话，若是换做别人来说，此时的布莱德8成是听不进去的。但他非常清楚阿姆罗的能力，因此就算想要无视也做不到。就这样，白色基地一行在第47话中继续执行侦察任务，并发现了一处可疑地点。吉翁在此处部署了重兵，但布莱德以一名指挥官的视角判断，如果是要设置防线的话，那这个位置未免也太过不利了。
同时白色基地还遭遇了吉翁的新机体加拉巴，这同样是一台没有在 TV 中登场的机体。富野后来对这个名字进行了再利用，将其作为圣战士单拜音中黑骑士机体的名字。经过一番苦战，阿姆罗俘虏了一名吉翁驾驶员，并从对方口中套出了一个名叫索拉雷的作战计划。但作战的详细内容依然笼罩在战争迷雾之中，因此白色基地只能继续侦查。第48话中，白色基地发现了满载氦三归来的木星船团，联邦军判断这种重要的战略物资不能落入吉翁军手中，因此在白色基地的引导下，联邦军决定袭击木星船团。此时一直在白色基地内的库斯科埃尔也行动了，他窃取了白色基地上的联络用火箭，成功出逃，并向吉翁本土通风报信。而布莱德则紧随其后，对其展开了追捕，并最终因为间谍行为亲手射杀了库斯科。而另一边，在袭击木星船团时，阿姆罗遇到了一个名叫寇拉的吉翁新人类。虽然阿姆罗击败了他，但此人的气场令阿姆罗战栗甚至让他发出了拉拉在世的感叹。那种恐惧感进一步催生了阿姆罗意志的觉醒，让他逐渐成为真正的新人类。而寇拉在回到吉翁本国后直接在吉连面前挑明了夏亚的真实身份。这两人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只是对于此时的吉连来说，这种小事倒是完全无所谓了。夏亚此刻是吉翁军中备受期待的明星，即将到来的决战不能没有他。因此吉连将加巴拉授予夏亚，并指示寇拉驾驶吉翁号，认为这样就能彻底击溃联邦。到此为止，双方都做好了决战的准备，而先发制人的一方是吉翁。当联邦军从月球背面现身时，基连下达了让殖民卫星雷射开火的命令。集结在月球背后的联邦宇宙攻击舰队遭受重创，大半战力荡然无存。基连见状狂喜开始半场开香槟。在他看来，只要打扫完剩下的残兵败将，吉翁的胜利就近在眼前了。与此同时，我们的主角白色基地正好在接受补给，所以躲过了殖民卫星雷射的直击，但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夏亚本想先与白色基地接触但寇拉驾驶着吉翁号捷足先登，与阿姆罗驾驶的高达开战。对此阿姆罗表示借过一下，然后就秒杀了吉翁号。笔记中对这战完全没有任何详细描述，看来阿姆罗赢得相当轻松。事实证明，跟阿姆罗对线也确实是个技术活，能从头存活到尾的总帅大人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人中龙凤了。之后阿姆罗便遇到了驾驶加拉巴的夏亚，夏亚动用了自己的全部技术来对抗阿姆罗驾驶的高达，两人也在战斗中进行了共鸣。然而就在此时殖民卫星雷射进行了第二发射击，雷比尔及其麾下的部队被瞬间蒸发。不光阿姆罗发出了惨叫，就连夏亚都认为基连做的太过火了。只不过夏亚好像忘了一点，那就是对面那个天然卷小鬼一直以来都是叫得越惨打人越狠来着，犹豫就会败北。这一瞬间的微缩动摇，便让夏亚领教了那个恐怖天然卷的威力。加拉巴遭到破坏，夏亚也陷入了濒死状态，而阿姆罗则在这之后破坏了殖民卫星雷射。濒死的夏亚回到吉翁首都，遭到了基连无情的嘲讽在基连的话中我们得知，实际上殖民卫星雷射也是夏亚向基连提出的构想，只不过此时夏亚已经无力再对基连做什么了。联邦军这边，宇宙舰队仅剩的几艘战舰正在全速冲向吉翁公国的核心区域，那是为了执行雷比尔将军在被殖民卫星雷射命中前一刻下达的最终命令——总攻击。而阿姆罗似乎也进入了一种明镜止水的状态。在他看来，眼前的敌人并非真正的敌人，如果不讨伐身为国家统帅的人，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既然如此，那目标就仅有基连一人了。只是此时敌我力量悬殊，基连本人也亲自乘坐战舰出击。实际上，在长达1年的战争过后，吉翁军的战力也所剩无几了。为此，基连需要亲自指挥扫平剩余的敌军，以此彰显扎比加的力量，向世人展示他的绝对强权。这对于战后确立等级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而在一番激战后，白色基地与基连乘坐的格瓦金纠缠在一起，并坠向要塞都市阿巴瓦库。之前在德克萨斯帮助过阿姆罗的那个名叫卡斯巴尔的少年，他在那之后便登上白色基地，作为阿姆罗的部下一路同行，结果也战死在了这里。阿姆罗在各方面都从他身上感受到了身为上司的责任感。坠落在阿巴瓦库的白色基地彻底瘫痪，众船员只能弃船与吉翁军展开巷战，而阿姆罗则驾驶高达遭遇了吉翁本土防御的简易 MS 吉冈这种程度机体对于此时大破的高达来说也算是强敌了。
虽然高达还能动，但驾驶舱已经完全暴露在外。在从四面八方扑来的吉连亲卫队面前，阿姆罗陷入了仅凭一支手枪血战的危机场面。虽然身中数枪，但阿姆罗的执念还是驱使着他跑起来去干掉吉连。而且不知为何，原本濒死的夏亚也出现在他身边，与他一起奔跑，还说出了很多傲娇宿敌常见的台词儿。而白色基地的船员也开始与阿姆罗会合，一行人追上了基连，但其他人接连被基连的亲卫队击倒，最终还是阿姆罗射出一枪像 TV 版一样教基连学会了艾梅利姆光线。只是基连在死前也同时按下要塞的自爆指令。和 TV 版的故事中盘相比在富野原本的想象中，主要角色全员都在最后突击中生死未卜或中枪倒地。阿姆罗在击毙基连后也身负致命伤，可以说是相当惨烈了。之后阿姆罗感受到了拉拉的意志，并依靠自己的新人类能力指挥其他同伴撤离。夏亚则与塞拉完成了最后的告别。不过宅心仁厚的富野最终还是选择给白色基地众人一个大团圆结局，因此最终所有人都成功撤出。残破的高达也奇迹般的再动了起来。阿姆罗驾驶着高达，就像主题曲歌词中写的一样飞了起来，脱离了即将爆炸的要塞。最终在宇宙世纪0080年1月3日，地球联邦政府与极光共和国之间签订了终战协定，1年战争正式结束。至此富野笔记中收录的完整版0079故事算是告一段落了。不过笔记中的内容充其量也只是0079完整故事的草图，实际制作出来是否会如笔记所写，那就不好说了。毕竟以笔记中描绘的信息量以及最终决战的火爆规模来看，当时的 TV 动画恐怕很难实现预想中的效果，搞不好还是要进行各方面的取舍。另外，随着0079惨遭腰斩，其实还有另外一部陷入万策进状态，正在为攻气爆炸抓耳挠腮的作品得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这部便是同样由日升制作的动画 The Ultraman 也就是乔尼亚斯奥特曼。这部动画与初代高达几乎是同时播出。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包括导演、制作人、主管在内的核心主创团队在制作了10几集以后，便因为不明原因集体辞职跑路，分摊了一半工作的外包工作室也跟着主创团队一起撤离。剩余人员立刻感受到了如同日后阿姆罗推石头一般巨大的压力。好在此时初代高达已经确定腰斩，因此得以抽调多余的人手轮流前来支援这部作品，并且在作为故事完结篇的最后4集中，富野本身甚至亲自上阵，化身为福古忍上演了一出英雄登场，为最后2集绘制了分镜，帮助这部没有遭到腰斩的动画成功度过了最后一关。时至今日我们再回头看当初的原案，如果0079真的以52集的姿态完整收尾，那这个系列将来要如何发展呢？从作品本身来说，完整版的剧本虽然故事要更加饱满，但也与当时市面上的同类机器人动画更加接近，缺少了一些写实战场中世事难料的味道。这种情况下，能否在茫茫多的同类型动画中脱颖而出，就是个未知数了。毕竟0079本身在播出时反响并不理想，也正因此才惨遭腰斩。若是没有 TV 版的遗憾，富野恐怕也不会想要去制作剧场版，也不会去发表那个著名的动画新世纪宣言。就算日升顶着收视率低下的压力，按照原定52集将这部作品制作完成，或许0079还会在重播时翻红，或许日升还是决定继续推出续作。但这个系列还能否发展到如今这般规模，那就恐怕只有那条0079没被腰斩的衣服线上的观众们知道了。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你觉得0079是腰斩了好，还是完整制作完更好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